Hello，今天我们从温哥华出发，开启为期5天的加东之旅。现在呢，我们在去机场的路上。这次的行程我们会包含3个城市：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和2个法语区城市蒙特利尔和魁北克。现在我们到了机场，由于飞机是接近晚上11点钟起飞，所以我们选择在机场解决晚饭。那我们简单吃点。我们正好看到了有 Tim Hortons， 所以就它了，买了个三明治，我觉得口味还不错。不过说到在机场吃饭这一块，就会让我想起在国内的机场火车站和这边的一些差别。比如说在国内的机场火车站的餐饮价格普遍会比城市里面的店里高很多，哪怕相同的食物和牌子。那在这边的机场呢，那里面的餐饮基本上是和城市里面的店里是差不多的价钱。那当然，希望今后的国内价差问题会变得更好，对吧？那 OK， 那我们吃完东西呢，玩会儿手机，休息一下，就准备登机了。这一次的话，我们需要飞4个多小时，明天早上会到渥太华，所以准备在飞机上睡一觉。养足精神，明天早上还需要开车呢。大家晚安。早安，现在是当地时间早上7点。下飞机之后，发现天气异常的闷热。之前看天气预报会变天，还特意带了一套春秋装，现在看来是无用武之地了。刚下飞机不久呢，我们就直奔咖啡厅去买咖啡，因为接下来我们打算拿到预定好的租车，就直接开2个多小时到蒙特利尔，这样差不多中午就可以在蒙特利尔吃 brunch 啦。现在跟随我们的镜头去租车公司的服务台吧。我们是提前几周在网上预定了租车服务，然后我们选的租车公司呢是 Budget， 现在已经到了 Budget 的服务台。那我们现在在核对个人信息和签署相关的合约。那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工作人员在帮我们办理的时候，免费帮我们 upgrade 的一个档次。之前是道奇的 SUV， 现在变成了 Jeep 的一个大切诺基，我感觉到非常的 lucky 吧。最后一个小提示，大家在拿到租车之后，第一时间360度环视一圈，看有没有车辆的刮蹭。我们在来的路上找了一家吃 brunch 的餐厅，但是到这边发现停车位是真的难找。在兜兜转转了几圈之后，终于运气好碰到路边有人开走的一个位置。那这家餐厅呢，在 Google 上面评分有4.7分，是当地一家比较 local 的一家吃 brunch 的吧。然后这家餐厅的装饰风格比较的时尚复古。大概浏览了一下菜单，这家餐厅的人均大概在30到40加币左右。然后我们点菜是根据网上的一些评分和推荐来做选择。在用完餐之后，个人给出的评分大概在7分左右，10分满分。总体来讲还不错，值得大家去尝试。
在吃完 brunch 之后，我们驱车前往市中心的皇家山公园。在途中，我们路过很多住宅建筑，大家可以发现这些建筑有很浓烈的欧式风情，和加拿大的西部城市风格相差还是很大的。我们在快到皇家山公园停车场的路上碰到了一对奇景。那很多城市的奇景呢，不仅是城市治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种文化象征，体现了城市的历史传统和一些社区精神。蒙特利尔的奇景也为城市增添了一些独特的风貌。皇家山公园坐落于市区中心的皇家山坡顶，是市内较大和较好的公园。皇家山公园始建于1876年，公园内有大量的绿地，园内有2座人工湖，湖畔旁有许多枫树围绕，是蒙特利尔较美的赏枫胜地。沿着湖边还有散步道和单车道，很适合野餐。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并没有游览完整个公园，我们只是游览了一小部分，而且因为天气不是很好，所以呢，拍照的成片不是那么好看。希望大家在以后的时候来游览，会有一个好的天气相伴。这里很适合大家 hiking 和骑单车锻炼哦。环绕整座公园呢，会有几座观景台，从观景台上俯望，可以看到市区里面林立的高楼大厦和纵横交错的街道，当然还能看到像圣劳伦斯河一些秀丽的风光。那在环山公路上面，偶尔能碰到一些双层观光巴士和一些游览马车。当然，在当天我们比较幸运的是看到了我们的小浣熊干脆面的主角，一只小浣熊，是不是很可爱？而且长得特别肥。在皇家山出来之后，正好遇到了下大雨，所以我们准备选择像类似于教堂这种景点作为下一站。圣约瑟夫大教堂，它是加拿大的一个著名的游览胜地，也是蒙特利尔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它是加拿大乃至北美最大的天主教大教堂，它拥有世界第3大的教堂圆顶。它外观采用了文艺复兴的风格设计，内部采用装饰艺术风格。据说在夏至时节，落日与通往大教堂的主要台阶的中心线可以完美对齐，但是今天下雨，就没有能看到如此美景。这座教堂每年吸引超过几百万的游客和朝圣者前来，还是很值得大家过来参观一下的。
我们现在离开教堂了，本来打算去另一个景点，但是看到天气实在有点糟糕，加上今天早上6点多下飞机之后就一直在开车，大家都比较疲劳，所以就在网上找了家 TNT 来补充一点水和熟食。大家也不太想去餐厅吃晚饭了，想早点休息。那这家 TNT 我们在网上看到是蒙特利尔的第一家 TNT， 而且是前不久刚刚开业。那在加拿大的小伙伴应该对 TNT 这家超市比较熟悉，这是一家专卖亚裔品牌的超市，其中卖的大部分呢是中国商品，所以我们通常也喜欢叫它中国超市。很难得在蒙特利尔这种法语城市能找到中国超市，所以我们觉得还是比较幸运的。现在我们来到零食区，这里有各种中国的小零食，你像鹌鹑蛋、泡椒凤爪、小鱼干、魔芋爽，还有良品铺子系列等等啊。然后现在我们发现了这里有很多乐事薯片，而且它的口味好齐全啊，有很多平时我们买不到的口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新开业的原因。不过不管了，多拿几种口味来试试水。个人推荐买羊肉粉口味和爆汁明虾口味，值得大家去尝试一下。那不值得大家去尝试的可能就是螺蛳粉口味了。我在车里打开之后发现它的气味特别足，所以不建议大家尝试。我们现在来到饮料区，先拿一箱水。那买完水之后呢，我们又发现了一款在家里会经常复购的一个饮料，它就是这款苹果苏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去试一下。这款碳酸饮料个人还比较推荐。看到货架上有酒卖，让我想起了之前新闻上有说卖酒政策有改变，现在除了在 Liquor Store 里面可以卖酒，好像现在在各大超市里面也能卖了。那我们来到熟食区，准备买一些这种现做的即食食品带回去当做晚饭。那这些熟食呢，一般是按重量来计价的，所以你吃多少就可以自己称多少，还比较方便。我个人比较推荐 TNT 的奥良烧鸡啊，因为我觉得它的口味还不错。那今天看样子奥良的烧鸡已经卖完了，那我买了一盒奥良的鸡腿用来替代。主食我们去搭配了一些像面包和方便面这种。OK， 拖着疲惫的身体，我们终于抵达了我们住宿的地方。这一次我们在蒙特利尔选择的住宿是一个位于 downtown 旁边的 Airbnb。为什么不住市中心？因为太贵了，因为现在是暑假时间，暑假时间的旅游住宿是最贵的，所以我们选择在 downtown 旁边选了一个性价比很高的民宿。这个民宿从视频里面大家可以看得到，虽然相对来讲是一套旧房子，但是它做过2次翻新，用来专门出租，所以相对来讲会比较整洁。最主要的是这间房的价钱才180加币一晚，我们在这总共住2晚，总共362加币。大家是不是想不到，在暑期还能有这么便宜的房间？